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恶魔城的街机版本。这款游戏非常的难，开场是一段剧情，这段剧情给人感觉非常的诡异。这个德爷竟然把新娘子抓走，让我感觉这个剧情可能是魔界村啊。那这款游戏给人的第一观感就是主人公的走路的姿势特别诡异。有很多小伙伴就说这是不是他闹肚子呀？我感觉有可能啊，因为大家注意屏幕的右上角有一个时间的倒计时，3分多钟，可能3分多钟你没有过完这关，那裤子就要遭殃了。因为大家生活当中也有体会啊，就是如果你憋尿的话，它可以日行千里，但如果憋翔就寸步难行了，对吧？好，这里算是第一个小 boss 战吧，让我想起了洛克人的粘土人 boss。但如果在这里被石头搞一下是相当疼的。这款游戏很多的设定不是特别合理，比如说刚刚咱们遇到的那些骷髅兵，如果你被骷髅兵打了一下，左上角是咱们的血量，被骷髅兵打一下是8滴血，咱们一共16滴血。就是说一个小骷髅兵第一关的可以搞你半格。另外这些石像十字架倒塌的话也可以把咱们砸到的。拿到了第一个副武器炸弹，这下楼梯的姿势也太丑了。好了，这里呢就是第一关的 BOSS， 是一只美杜莎，但是打它之前呢，咱们要先清一下这些小蝙蝠。蝙蝠咬一下没有那么疼，大概3-4滴血吧。好，美杜莎放出的蛇咬一口是5滴血。过关之后呢，咱们会回血的，但如果你掉的血多呢，不一定会回满。游戏的流程呢，一共是6关，流程不算长，但你如果能通关的话呢，后面还可以打2周目。小的时候见到第2关就不容易了，还通关2周目，想多了。拿到了一个回旋镖，好。这次呢，咱们捡到了一个武器强化，把咱们的鞭子上加上了流星锤。咱们的武器还可以再强化一次，但是第2次强化呢，后面再给大家说。因为第2次强化显得风格和早期的恶魔城不统一。在这儿呢，等一波电梯。其实这个电梯可以不用等。好，咱们直接走下来，因为右边还有一块大石头。这个水面掉下去呢，就没了，1条命就没了。那有的小伙伴说，1条命没了之后，咱们从哪儿继续啊？是从这一关开头呢，还是从这个场景开头？那很遗憾的告诉大家，投1个硬币，投1个游戏币，只有1条命，这条命没了就 game over。捡到了怀表，这是石亭，石亭应该是本作最霸道的副武器了，连德爷都可以停啊。古龙，好，非常轻松就干掉了。这个石亭的副武器我应该会保存好久好久。等他复活。这种粘土人呢，你打他一下，他会出来现一个分身，他这个分身呢需要打2下。往前走吧，第2章的流程还比较长。那其实平均下来每关大概2分半就可以打完，感觉比红白机的流程还要稍短一点。这也可以理解，对吧？毕竟主人公闹着肚子，每关需要打得快一点。
所以说这款游戏的剧情就非常明了了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被骷髅摸到了，掉了多少血？掉了8滴血啊！一个石亭把 BOSS 古龙干掉，这样正式进入恶魔城啊，开始借厕所。但德爷没借他呀，德爷觉得你这味道不对呀，所以说一气之下就把恶魔城拆了。两个家族自此结怨呢，真是个悲伤的故事啊！我都不知道应该是哭啊还是笑啊。第3关啊，第3关的 BGM 大家应该听出来了，神曲啊！这里进入了一个镜中世界，需要打3只鹰身女妖。现在呢，咱们打他2下。本关还会再拿到一个武器的加强。副武器十字架，十字架也是非常霸道的副武器，它呢段数非常多，打德爷的话基本上就是秒。啊，这里来到了餐桌，这些东西都需要打呀，不管是鸡腿啊、汉堡啊，还是刀叉。刚刚地上有个副武器火把，这个火把有一点像红白机的圣水的效果，圣水瓶的效果。好，这个幽灵一定要打下来。这是一个武器加强，咱们开始用剑了啊。所以说主人公是阿鲁卡多嘛，反正是初代啊，整个游戏的设定啊还不是那么严谨。其实有很多早期的游戏，那厂商做了1代之后呢，他没有后续的计划，但没想到呢，初代火了，就开始做这些续章、续作。好 ，BOSS 战，这是一个玻璃骑士啊，一个石亭就带走了。转眼呢，第4关。游戏其实已经一半了，过半了。第4关这个木乃伊大家应该看着眼熟，红白机版呢也出现了，不过红白机版它是 BOSS， 到这里变成了小怪，攻击方式倒是没变啊，扔出自己身上的裹尸布来打你。它的裹尸布呢，你可以用剑来砍碎的。那其实跟大家说一下，关于武器升级的道具是有可能捡不到的，比如那个幽灵的武器崩出来之后飞到屏幕外去了，这样你就捡不到。第2关的流星锤也有可能捡不到，这样其实有一些小伙伴呢。可能打到最后1关了，用的还是鞭子。这里是连跳了，跳跃的手感其实还可以。哎，这个货踢了我一脚。跳蚤男呢，打人还是挺温柔的，一下1滴血，包括上一关的小幽灵也是。但这个骷髅兵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呀，是吃了什么了？给我一下是8滴血啊！还有那种僵尸也一样，千万不要被他们碰到，简直了！这个难度设置的不是特别合理，因为你包括本关的 BOSS 啊，碰你一下也不至于说8滴血，有一些 BOSS 呢，远程攻击打你一下呢才1滴血。哦，这里呢有一个回旋镖掉下去了，我不想捡，所以这里等了一波。
我怕下去我捡到。这里有电梯了，这里的电梯咱们跳起来带，不然呢，很有可能上一个电梯刷新的时候，它俩同步了，这样你就很难跳上来。这里 BOSS 战 ，BOSS 是一个是石巨人还是粘土巨人？这个 BOSS 的唯一难点是他永远离你很远，不过来和你拼命。然后呢，咱们又没有使用回旋镖，所以说打他最幸福的方式就是他上来和你拼命啊，这样你就非常高兴了。但如果呢，他始终远程攻击你，那就很恶心了。还可以他凑上来了，这样和他拼命就完事儿了。已经打完了。第5关了。第5关这里是一个快速的电梯，那撞到上面的台阶呢会掉血，但是这太快了。一般呢，如果你想不掉血的话，你需要背板，但既然被撞一下只有1滴血，还是算了。就是这些伤害你一下只掉1滴血的敌人，你看起来就眉清目秀的是吧？哦，这个乌鸦一下4滴血，他就不像好人呐。我感觉刚刚这个跳蚤男已经穿模了呀，从墙里出来了。大家看这个背景，哈哈，计时塔有没有？本关的 BGM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听出来了，像不像苍月的制裁坑道？我赶紧暂停一下，使用一下扎瓦鲁多。游戏和动漫作品玩多了看多了就容易串台，这个大心一定要吃啊！这是加5点心，那本作的时停呢才消耗2点，所以说是非常实用的。这个地方如果我没有刻意停一下撞到了，那现在我就只剩1滴血了。好的 ，BOSS 战，本关的 BOSS 呢是科学怪男。等一波，等这个十字架化掉。我先停他一下啊！哎，有很多小伙伴问我，就说大叔你怎么掉血了呀？我手欠啊，我跳起来了。而且大家记住啊，扎瓦鲁多也不是无敌的，不信你去问迪奥啊。最后一关，这个空中回廊后面是不断的进行垮塌的。所以说咱们挥剑来砍蝙蝠，实际上是有数量限制的。如果你挥剑太多的话呢，这个垮塌的桥就赶上你了，你就掉下去了。如果咱们没有用时停的话呢，是正好的。用了时停呢，或者你故意被蝙蝠咬2下，这人物向前飞出去了，那时间呢还是比较充裕的。但其实即使这个垮塌的桥塌到你脚下了，咱们也是有1格范围可以在空中走的。因为它的图片呢虽然垮塌下去了，但是它的判定还在，这个落脚点还在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出现你踩在空气墙的情况。前边呢我换一个火把来打 BOSS。最后德爷呢咱们就拼血打了，它一共是2个形态。第一个形态呢咱们用火把秒掉它，第2个形态和它拼血。哎，想想就爽啊！这熟悉我的小伙伴可能都知道，我特别喜欢和 BOSS 拼血打架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！下面已经看见城堡的边缘了。看，我现在就踩在
空气墙上了。但其实呢，我还可以再挥剑一次的，因为极限距离呢比这个还要更夸张一点。好的，最终 BOSS 战了啊！那本关的 BGM 大家可能也听出来了，拆城神曲是游书的主题曲吧？先打一个鹰神女妖，然后放火，秒掉第一形态，然后第二形态呢，从右侧出现。想拼血呢就往前站，起脸输出，完事儿了，这样就通关了。史上最弱德库拉伯爵，好的，把这个城拆掉了。那好吧，本期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